今天不用加班，太阳还没落山就走在街上的感觉真棒。商店街上全是美食，气氛很好的商店街里一定有好的居酒屋。和鸽子决定今天就在这里喝酒了，先来个炸肉饼填填肚子，上班时拼尽全力，提早下班清爽地享受美食，这是最完美的状态。通常全家经营的店都是好店，一进来全身瞬间放松，感觉物美价廉。和鸽子最终点了高汤鸡蛋卷和一支藏温酒，毛豆是绝佳的前菜，用来佐酒再合适不过。温酒下肚，既细腻又暖胃。做吧台的好处是能看完整的料理过程，期待本身就是享受。嫩滑的鸡蛋倒入高汤，在锅中翻滚，温度升高慢慢定型，厨师不停加入蛋液，鸡蛋层层叠叠卷起来，用工具固定后切块摆盘。高汤鸡蛋卷做好了，轻轻夹一下，鸡蛋卷就分成两半。虽然在家也能做，但和店里的味道就是不同，层次丰富的美味堆叠在一起。因为火候不同，每层的口感都各有特色，没有妥协也没有冲突，是种完美的协调。接着用温酒引出高汤的美味，整个居酒屋仿佛响起了音乐，大家都沉浸在美食的快乐中。这可能就是食物的魅力吧。不过这一切只是和鸽子的幻想，虽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夸张，但大家也一样很满足。年轻人总是喜欢重口味，酒和鱼的浓重味道，油炸食品的油腻感。这世上不只有能刺激味蕾的东西，没调味也有本味，这就是高汤蛋卷的魅力。每个人都应该爱蛋卷，它们遍布各家餐桌，不再是喜欢或否，它的存在理所当然，没有就会少些什么。和鸽子再次沉浸在此世界。作为资深酒鬼，和鸽子和美信在选啤酒上总是很默契。因为经常在外喝酒，和鸽子的钱包也捉襟见肘，所以月底资金紧张时，他会选择在家里小酌。路过冯乐酒馆时，店员山羊热情的招呼，依然没能留住他回家的脚步。但山羊反驳说并不是这样。结果刚说完，送货的女孩就走了出来，山羊赶紧帮他把小推车抬下台阶，女孩还送了他一瓶饮料。目送女孩离开的山羊又被店主看得一清二楚，他对自己的这个员工有些无奈，家家可成，在家喝酒的话就需要自己做下酒菜了。即使如此，身为老酒鬼和鸽子也绝对不能将就，用黄油煎三文鱼的同时再加点葡萄酒提味，这种香气太高级了，鱼肉的颜色看起来更诱人。等炖菜煮好时，听点音乐放松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孔树邀他周末一起去意大利餐厅吃饭。不过和鸽子暂时不想考虑这些，今晚是他一个人的意大利品酒会。既然这样，要准备得更精致些，桌上必须铺一块好看的桌布，突然冒出的污渍影响体验，那就用酒瓶遮住吧，看不见就当它不存在。意大利之夜怎么少得了黑橄榄呢？浇点橄榄油，撒点罗勒，这就是你家里的意式大餐了，味道简直棒极了。重重的咸味得配葡萄酒才行。炖菜还没好，第一杯葡萄酒已喝完，还是先准备另一道配酒菜吧。把味道轻的孜然奶酪切薄片，接下来是青森的糖心苹果，同样切成小片，放在饼干上，最后淋点枫糖，撒些开心果碎，孜然苹果就做好了。奶酪有淡淡的咸味，苹果带着微酸，加上枫糖的甜，简直是难以形容的美味。葡萄的余味让每道食材的甜味都突出出来，绝对是时髦的佳肴。在家喝酒的好处就是随心所欲，想怎么吃怎么吃，想怎么喝怎么喝。很快半瓶葡萄酒差不多喝完了，虽然和卡门贝尔奶酪相似，但这款的味道更浓郁，臭味也轻了不少。看着空空如也的酒瓶，炖菜不能少了配酒，那就再倒上一杯威士忌吧，简单加点冰块，品味原汁原味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没想到这杯威士忌还没等来炖菜搭档，已经下了何鸽子的肚子，接下来只能让啤酒来顶班了。这可是同为老酒鬼伊藤美幸最爱的。不过何鸽子不挑，直接用罐子喝就行，配点坚果下酒，再适合不过了。一瓶接一瓶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虽然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但炖菜的香味太诱人了，那就再吃点吧。炖菜浓郁滑口，香味扑鼻，放到最后吃真是绝配。美味通常少不了油脂，炸鸡和啤酒谁能抵挡呢？在这个崇尚瘦的时代，大家都想看起来更瘦一些。阿布网购的瘦脸神器几乎不离手。何鸽子听到别人说他瘦了，特别高兴，开始以为是客套话，没想到小石姐也这么说，看来真的瘦了。那今天可以去吃平时忍着不吃的高热量食物了。炸鸡绝对是最佳选择，这是最让人幸福的味道。炸鸡配啤酒，不管是盐味炸鸡块还是黑醋炸鸡块，在欢快的油炸声中，鸡块变身成金黄的球球，简单调味后就能上桌。喷香的盐味炸鸡和黑醋炸鸡飘香四溢登场了。先大口喝一口冰啤，炸鸡块真是个小恶魔，油腻得很，鸡肉里的热量已经不低了，吃了很容易发胖，但它的诱惑谁能抗拒？不吃一阵子就馋得慌。外酥里嫩的口感虽然便当里常见，但和现炸的比起来完全没得比，趁热吃真是享受。喝一口冰啤酒，他们俩绝配。把鸡肉和酱油、料酒、大蒜等一起腌，然后油炸，怎么可能不好吃？一口炸鸡，一口啤酒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鸡块很快就吃光了，虽然很在意麻味，可是隔壁桌的那块大鸡腿吸引了他的目光。究竟该选哪个呢？只有孩子才会纠结，成人当然是全都要。超大的整只鸡腿和自制麻辣炸鸡块一起端上来了，撒上芝麻后，鸡块香味更浓，内部肉汁也很丰富，是真正的嫩滑多汁。和脸差不多大的鸡腿看着就开心，直接上手抓着啃，味道感觉更棒了。好吃的食物油一般都会多一些，虽然有点负罪感，但今天大家都说瘦了，那就当做奖励吧。烧鸟是爱吃的人难抗拒的诱惑，面对烤串配啤酒的组合，体重可以暂时不提，女孩们最怕被说胖。冈田主任显然不懂这个，不过鸽子只能苦笑应付，但心里却非常烦躁。休息日一定要锻炼，对爱喝酒的自己来说，美食是不可缺的伴侣，要吃更多好吃的，就得保持好身材。忙了一上午，汗已经出了个透，卡路里估计也消耗的差不多了。想到网田主任和鸽子就不高兴，作为大人怎么能这么没礼貌？不过别让他们影响心情，今天散步不仅是为了减肥，消耗很大卡路里，就是为了能大吃一顿。这下无论是吃的还是酒，都会更加美味。来烧鸟店是和鸽子筹划了很久的，虽然鸡肉比较健康，但对烧烤食物还是要小心。先来一大杯啤酒，给运动后的身体补水，还有紫苏奶酪猪肉卷，再加鸡皮和鸡肝，世界上最棒的。运动完喝的第一杯啤酒，大口一喝，全身舒爽。坐吧台上望着自己的鸡肉串，更是充满期待。鸡肉在炭火上滋滋冒油，香味很快弥漫了烧烤店，油脂逐渐焦黄，肉的颜色也跟着变深。和鸽子觉得马上就能吃了，没想到却是别人的，才发现自己白高兴了半天。不过他们两个人要分着吃，自己不一样，可以一个人直接撸着吃，这才是撸串的正确打开方式。鸡肝上场了，表面裹满了浓厚的调料，入口非常软嫩，里面滑嫩多汁，味道也很足。即使是不喜欢鸡肝的人，也应该会尝两串吧。那种浓厚的味道配上冰啤酒，简直绝了。鸡心、鸡皮、奶酪猪肉卷、鸡肉大葱串一齐上桌，就像是在自助餐一样，犹豫着该先吃哪个。
鸽子陷入了幸福的纠结中。这就是著名的长岛式吃法，就是把所有好吃的都单点一遍，一份脆爽的鸡心，酥脆的鸡肉和大葱，再配上一口啤酒，左边一口，鸡皮上的油脂烤得焦脆香酥，猪肉卷的香气更是令人陶醉。这种快乐时光根本停不下来。此时主任的话早抛脑后，由于点多了，剩下的串都凉了。而旁边那大叔每次点好再续添的选餐方式，看起来更加游刃有余，让何鸽子突然感觉到惭愧，太过得意忘形，竟然犯了在烧鸟店吃饭的大忌。看来自己还是太嫩了，虽说增长了见识，但吃下去的东西不会骗人，即使饭前运动也没用，体重还是无可避免的增加了不少。再不愿面对现实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但何鸽子毕竟是女生，肯定不能像男生一样喝得烂醉，所以回到朋友家后，还得再补点喜庆的日本酒。摄影师何哉已经醉到不省人事，何鸽子等人决定一边看他拍的婚礼视频，一边继续喝酒。宴会还没开始，咱们先用起泡红酒暖暖场。参加了几场婚礼，何鸽子的经验丰富了，只要看一眼菜单，脑中就浮现宴会全景。新郎的公司领导当主婚人，演讲了一大段，跟开会差不多。而何鸽子却想不起自己当时在做什么，他其实一直在拼命压抑心中的冲动，等待那杯专属的葡萄酒。虽然大家都有点不耐烦，但何鸽子完全沉迷于对白葡萄酒的期待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。接下来轮到新郎新娘讲话了。那时候我在做什么呢？哦，对，干烧鲈鱼应该要上来了。我其实是在等新的一杯白葡萄酒，这美味没有酒来衬，绝对太可惜了。鲈鱼肉质鲜美，烹饪越简单，越能体现食材的原味。大家都在看婚礼录像，何鸽子却心不在焉。他一边认真品尝干烧鲈鱼和白葡萄酒，偶尔也被主持人感动，但很快又回到食物上。今天的料理是新郎新娘经过多次试吃才定下来的，每道菜都是精华。接下来是烤伊比利亚猪排了，吃肉菜一定要配红酒。豪华的伊比利亚猪排嫩得出奇，肉汁全被锁住了，入口极致美味。只有这样的料理才能让客人感受幸福吧。大家问到何鸽子的感情问题，但是对他来说，更喜欢被当作婚礼上的客人接待。现在的男朋友虽然也喝酒，但何鸽子还是偏爱独自小酌，偶尔和朋友边喝边聊。喝酒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。每次参加婚礼后，我都会有点迷茫，难道我也该结婚了？版本美游记。但何鸽子有自己的生活哲学，空腹吃美食才是享受，时常让人有些不自觉。没想到美食也会带来窘境。好天气让人心情大好，何鸽子难得被派去跑外勤，和客户交接完工作之后，主任告诉他不用回公司，直接回家就行了。天色尚早，旁边就是韩国街，接下来就去逛逛吧。这条街满是韩国味道，何鸽子越看越觉得饿了。虽然才下午5点，但已经特别想喝啤酒。他随便进了一家店，希望没选错。看到其他桌上的美食和开心的时刻，何鸽子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。店里的装修风格也很有意思，能在工作日的白天喝到啤酒，这简直是天堂啊！既能配啤酒，又能解饿的菜是什么呢？何鸽子在菜单上看到久违的韩式煎饼，光看色彩搭配就很诱人。虽说自己已经饿坏了，但作为女生，该有的矜持还是需要的。慢慢拿起一小块煎饼，放在小碟子里蘸一下，入口后特别脆，韭菜和胡萝卜的味道独特，蔬菜确实让人很开心。不仅何鸽子，韩式煎饼也俘虏了很多人。再来一口冰啤酒，煎饼配啤酒感觉棒极了，外脆内软，绝佳组合。用香醋调的酱汁，完美中和了韩式煎饼的油腻，辣椒正好配啤酒，这样的组合谁能拒绝？啤酒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棒的发明。何鸽子忍不住喊了出来。
店里所有人都惊呆了看着他，场面一时异常尴尬。他反应过来时，周围的人仿佛都被冻结了一般，都是因为饿了肚子缘故，因为太开心没忍住。好喝的冰啤酒也难辞其咎。何鸽子吃完就匆匆走人，把尴尬留给别人就好。这是回老家才能体会的青春友情和那些熟悉的风景，大概只有这里能在这忙碌生活中重新找回自己。今天是回家的第2天，何鸽子继续跟着好友情报达人亚迷找家乡美味。之前说过想尝试玉好烧，这次亚迷带何鸽子来到只在广岛才能吃到的府中烧店，广岛风味和大阪风味，把多层玉好烧叠在一起，再加上肥瘦相间的肉末，慢慢煎出就是有名的府中烧，用肉末代替猪五花，这就是府中烧最显著的地方特色，弥补了广岛风味中缺少的香味和酥脆感，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。虽然还有餐桌席位，但何鸽子更爱坐在热气腾腾的吧台，欣赏美食制作过程也是一种享受。冰凉的大杯啤酒也适时端到了桌上，举起这大杯时的手感真是令人信服，大口大口地喝下去，身心都特别舒畅。先在铁板上放很多包菜丝，接着打入1个鸡蛋，加入面条和肉碎，一些肥肉逐渐融化成油脂，把食材翻面煎制，等颜色变金黄，广岛特色的玉好烧就完成了。然后就是大量的蕊花，撒上均匀的蛋黄酱，最后用喷枪炙烤，香味立刻飘出来。何鸽子的炙葱花蛋黄酱玉好烧正式亮相，亚迷的生蛋面条玉好烧看起来同样出众。久等了，在这里最合适。虽然筷子方便，但要保护传统吃法，小铲子才是正宗。刚做好的玉好烧非常烫，但还是无法抗拒美食的引诱。弹牙的面条和脆脆的外皮，混上满满的蛋黄酱和葱花香味，每样都让人顾不上温度。接着是酱汁和油脂的浓香，这时候冰镇啤酒就派上用场了。虽然这杯啤酒已经很多，但何鸽子还是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喝下去。看着隔壁邻居烤毛豆，何鸽子羡慕得不得了，毛豆真是绝配下酒菜啊。一转眼他的玉好烧只剩最后一块了，这最后一块通常最难弄下来，好友亚迷及时帮忙，这既是帮助也是相互成就。虽然是难题，但两人一起携手度过就会变得很容易。虽然何鸽子每天一个人喝酒感觉很棒，但是与合得来的朋友一起喝酒也是享受。时间飞快，何鸽子就要回东京上班了，两个好朋友又要分开。亚迷特意准备了特产，让何鸽子带回去送给同事们，正是锦堂的生红叶馒头，可以说是来广岛必买的。还有一个便当给他在路上吃，烤鳗鱼饭用来下酒非常棒。意外地发现自己也能搞个小居酒屋，不过离别总让人伤感，朋友们总是期待再聚。对何鸽子来说，广岛不仅是家乡，也是好友一直等待的地方。无论是简餐还是大餐，食物带来的幸福人人都能享受。自从工作以来，何鸽子已经很久没回老家了，这次休假回到广岛，好友亚迷特意来车站接他，因为两人兴趣相投，见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好吃的。去年刚投入运营的电车特别可爱，亚迷说广岛还有很多新变化，之后会慢慢带何鸽子去看看。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虽然因工作原因各忙各的，但一见面还是像从前一样，距离再远，亲密感不减反增。虽然在东京时没问过，但一回家就忍不住关心朋友们的情况。这市场里鱼肉一起卖，鲜活海鲜有人当场处理，新鲜度不容怀疑。正因为兴趣相投，两人才成了好朋友。广岛特有的大肠天妇罗，每次回家必吃的，配啤酒的美味难以言表。先把油脂丰富的大肠清洗干净，接着裹上一层薄面衣，放油里炸至金黄，这就是久违的广岛味。逛了一天后，
喝口冰啤酒，瞬间全身都爽了。然后就是期待已久的广岛特色，一入口，外酥里嫩的感觉就扑面而来，大肠油香四溢，一颗香味立刻充满口腔，再配上柠檬和橙醋调味，这味道让大肠提升了2个等级，是可以把身体剩余的全部食欲都引诱出来的美味，绝对是广岛老百姓的美味。和歌子希望这种美食能够传遍全球。啤酒喝完后，就该品尝广岛的名酒了。龟苓新口纯米80，配牡蛎料理再合适不过。这样鲜嫩的牡蛎料理，可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吃到的，一定要提前预约才行。亚弥为了招待好友，也下了功夫。超大的牡蛎入口嫩滑，全是海洋的味道。这种鲜香里有植物的清新，坚果的香味，还有油脂的滋味，都是顶级的好料。炸鱼饼也是广岛特产的乡土料理，把鱼肉做成泥，制成饼后油炸而成，是让人怀念的味道。一吃就想到童年，幸福感涌上心头，俩人仿佛回到了高中。既然还有时间，就继续找下一家美食吧。这儿的海胆水芹是亚弥事先探过的，而和歌子对这道菜一无所知。看来亚弥无形中已经成了广岛名物达人了。在黄油里放大量的水芹，把它们的香味激发出来，然后再加入海胆，黄油和海胆的香气扑鼻，水芹的苦味也消失了，混在一起后变得十分美味，感觉会比生海胆更好吃。配上小面包和柠檬，光是看就知道味道很棒。原以为只是把稀有食材混合，但入口后和预想的美味完全一致。虽然第一次吃，却有种熟悉的感觉。配上面包一起吃，小麦香气更为凸显。尽管用的是奢侈海胆，这道下酒菜却很接地气，搭配面包真是绝了，蘸着汤汁也很美味。原本性格保守的我，因为爱发现和探索的亚弥，变得更加勇于拥抱世界。错误常常带来成长。再战烧鸟店的和歌子明显成熟了，今天他有外出任务，可以提前下班。然而在第一家韩国料理店出了糗，匆忙离开后还没吃饱，夜晚特别冷，决定再去吃点烤肉。这次选了个熟悉的店，用烧鸟来化解尴尬最合适。坐在吧台看着食物慢慢变熟，闻着烤肉的香味，喝杯提神的啤酒吧。而且之前在这里因为贪心，一次性点了太多，一开始吃挺爽，结果还没吃完就凉了，犯了烧鸟店的大忌。今天一定要扳回一城。先点份烤干和鸡皮，慢慢品尝，这就是烧鸟店的精髓。啤酒一杯接着一杯，再点2串，没问题。这种吃法总能品尝到刚烤好的肉串，不过这样吃会有不少等待时间，也就能喝好多啤酒了。结果还是吃撑了，但是今天时间还早，换个地方还是能继续喝一杯。最后和鸽子还是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酒馆。冯乐酒馆的店员山羊马上送上了温热的日本酒和蟹黄，加点姜丝，蟹黄的味道更能完全展现。因为今天啤酒喝了不少，东西也吃了很多，最后还是慢慢品味温热的酒比较好。蟹黄块头不大，刚好我还有个卫士专门给蟹黄留着的，这种美味谁都难以抗拒。无论何时，只要螃蟹够新鲜，每个部位都特别好吃。只有在这儿，和鸽子才能完全放松，像在家一样。一瓶温酒很快见底，不过和鸽子现在更想喝烧酒。店员说如果常来，可以在这里存1瓶酒慢慢喝。和鸽子选了一种叫伊藤的麦烧酒，产自鹿儿岛，味道香醇，只需在标签上写好自己的名字，再写一些寄语给自己即可。和鸽子问过老板后得知，冯乐和哀乐读音相似，源自喜怒哀乐的成语，寓意陌生人在这里相逢，可以一起开心喝酒。店员问起和鸽子为什么爱喝酒，是为了忘事儿吗？还是因为有所牵挂？又或者是为了治愈自己？和鸽子想来想去，觉得都不是。
他意识到自己就是单纯喜欢酒，而逢这个字也意味着无意间相遇，拥有了自己的一瓶酒，感觉就像这里的常客了。和歌子瞬间觉得很温馨，这家店的策略果然奏效了。